嗨，大家好。连续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呢，稍稍感觉清凉了一些。下雨呢，确实让这个被烤得火烫的大地降了温。但是呢，突如其来的暴雨也给某些地方呢造成了一些困惑。昨天就听到南沙那边呢，因为下雨，很多条街呢都被水淹了。广州这个地区世世代代的居民呢，一直在跟这种炎热的天气，然后呢，因为台风带来的降雨，一直在通过这种太阳的暴晒和雨水的降温之间呢，形成一种平衡。炎热的天气呢，老百姓都盼望着来一场阵雨，能够降降温。但是雨下得太猛了，就会造成水正街广州人呢，从小都会唱水正街的歌谣。下了几场的透雨让人体感温度感觉没有那么炙热的同时呢，被高温天气驱散的湿热闷热的这种气候仿佛又回来了。所以你在家里待着开空调，有感觉这个温度30来度，或者还不到30度从这个温度来讲呢，好像没有到必须要开空调的地步但是呢，你的皮肤上黏糊糊的那种感觉透不了气，排不了汗这种感觉呢，又使得你很想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让室内的空气呢稍稍变得干燥一点。所以人这种高级生物要想和大自然共存，相互适应看来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因为呢，人呢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发明创造能够改善自己的居住的环境，甚至呢让一年四季形同虚设，让四季的温度的变化、气候的改变不会太多的影响人类的生活。所以呢，人类想办法把自己呢处于一个相对封闭恒温的环境之中。就好像呢，你去到任何的商业中心，每一座大楼都是开着恒温的空调，人为的呢改变着气温，让置身在其中办公工作的人群呢，几乎都忘了自己身处于哪一个季节所以对于一个白领上班族来讲如果他能够解决上班途中的那段路上免遭寒冬或者是暴晒天气的困扰，那就基本上可以藐视四季的变化。以前呢，去新加坡旅游正好是盛夏时节。新加坡这个国家呢，也就是一座城市而已，但是呢，它处于非常靠近赤道，常年呢都是暴晒于太阳光下。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呢，从来不知四季为何物，有的呢就是今年的阳光普照，或者呢根据自然的现象来把一年呢分成2个季节。就是雨季和非雨季处于南方地带越是靠近赤道的那种地方，下雨呢也不见得会带来多少凉爽，反而呢在带来雨水的同时，也会让天气呢变得异常的闷热。然而呢，一旦你真的踏足新加坡这个国家你会发现那个国家的老百姓呢，并不会也没有呢因为这种高温的炎热天气所困惑因为你只要进到室内，或者呢进到连通各幢商业大楼的地下的通道，或者呢你进入任何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地铁还是轻轨，哪怕你进入一辆巴士，立刻呢凉意就会扑面而来。甚至呢大概仅限于你从你的家
去到某个你想要去的工作场所啊，或者商业的目的地，你好像呢一直是生活在一个恒温的、体感温度非常舒适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只要你愿意呢，你基本上可以在一个没有太阳暴晒的环境当中生活。所以让我们这些到那边去旅游的，原本对那边那是一个炎热的夏都啊，这种感觉呢也不得不随之改变啊。因为呢，在新加坡还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炎热。主要原因呢，就是得益于新加坡人啊改变环境的决心和他们付出的巨大的努力，最后呢得以心想事成了。最近呢，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啊，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啊，骑行，特别是因为天气原因啊，只能在自己的屋村或者周围骑行的话呢，总是缺乏一些新鲜感，需要呢给骑行啊增加一些佐料。那么两不相误的呢，就是一边骑行啊，一边针对一些事物发表一些感想。其中啊，跟自己骑行切身利益相关的，比方说天气啊，突然出现的高温，突如其来的暴雨，然后呢，就是自己面对这种气候的感慨啊，有时候呢也会发一些议论。但老实讲啊，这样的这种骑行也罢，抒发己见的这种议论也好，都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啊，对于社会大众，哪怕是对于收看我定期上传的视频的朋友们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帮助啊。除非呢，大家有太多的闲暇的时光需要打发。所以呢，我有时候也在思考，看看呢能不能转变一些话题，尽量呢聊一些可能对大家有触动啊、有帮助的一些内容。但是呢，也仅限于闲聊、慢聊而已啊。也就是尽可能的在遇到合适的人和事的时候，结合我自己所学多年的从事牙科医疗工作的经验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口腔保健方面的一些分享，引起一些呢大家平时可能无暇顾及或者是容易忽视的，但同时呢又对自身的牙齿健康乃至身体健康有用的一些常识，或者呢时常困惑大家内心的一些疑问。只是呢之前啊总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没有合适的话题来打开这个话匣子啊。正好呢前几天因为有一位年轻的同行向我咨询他的病人的一些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面对和病人沟通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困惑，希望呢我给予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对于我一个退居2线啊甚至是3线的退休牙医来讲啊，这个当然是当仁不让。由此呢我也想到啊，不妨就从这样的话题引申开来，看看能不能在我骑行的时候呢，针对一些牙科的常识、容易罹患的牙病，在出现那些被牙病困扰的时候，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得到怎么样的一种妥善的治疗，并且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希望贯穿一种
牙齿健康保健啊，甚至和时尚相关的一些话题，来跟我的朋友们呢进行一些分享。只要呢听者有意啊，我想多多少少呢也会对你以后在行使你的牙齿功能、保持你的牙齿健康等等方面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小小的启发。针对前几期呢，因为有一位病人啊，不幸因为牙痛，紧急向牙医求医，结果呢，因为一颗牙齿啊折断触发的神经带来的疼痛，最后不得不一拔了之啊。那么所以呢，也针对每当病人为牙痛所困扰的时候啊，牙痛啊，尤其是牙神经引起这种疼痛啊，真的有时候让人死了的心都有啊。人命宝贵啊，当然不可能为一颗牙齿的疼痛寻死觅活，但确实呢，人在牙痛情急之下啊，去见牙医的时候啊，说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赶紧把这颗牙给我拔掉，也就是呢，让这颗困扰已久的牙齿尽快死掉啊。所以呢，我在上一期和大家在骑行中的分享啊，就是牙痛就必须要拔牙吗？这么一个话题啊。如果关注和观看我上一期视频的朋友呢，应该了解到啊，绝大多数的牙痛啊，是可以通过牙医的妙手回春，不但能够解除病痛，只要通过适当的治疗呢，还是可以恢复它的功能，照样呢跟健康的牙齿啊肩并肩的服务于我们人体的营养摄取、消化功能，增强我们体质的行使这样的功能。那么如果真的有某一些啊，不仅是因为它造成了我们牙痛难忍，同时呢有可能会引发我们全身的疾病，比方说有些牙齿啊因为感染造成周围组织的化脓，就会呢累积我们全身的健康，甚至放任这种感染不做处置，会危及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些呢，就像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牙齿已经完全处于一种牙根断裂，牙医呢已经束手无策啊，没有办法再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和修复的时候，那么这个牙齿剩下的命运啊，就是被拔除。很多人以为呢，拔一个牙不就是10几20分钟啊？一般最长时间对一个有经验的牙医来讲，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所以呢，大家总觉得拔牙呢是牙医最简单的一个工作啊。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成见啊，所以老百姓呢对于拔一颗牙如果要花费不菲的费用啊，表示不能理解啊。反而呢，老百姓对于如果这个牙要做一个复杂的治疗得以保存下来，特别呢通过一些修复的方法，使得自己的牙齿呢能够行使正常的进食这些功能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这个比较能够体现牙医的技术啊，也愿意呢支付牙医体现价值的这些费用。今天呢正好也是骑着闲着也是闲着，简单来跟聊聊啊我的观点。其实呢，拔牙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啊。首先呢，我们说拔牙本身，作为一个医生啊，特别是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牙医来讲，他在拔牙之前啊，首先关注的不是他局部的一个牙齿的状态啊，即便这个牙齿已经是断到不能补救了，必须要拔除了，他也会更多的考虑这个牙齿它和周围的组织的关系，它和邻牙之间
有没有造成一些问题。不仅要考虑呢怎么安全的来拔出这个牙齿，更多的要考虑的是拔出之后啊，如何来进行缺失牙的修复，或者呢和周围的牙齿建立某种联合修复的一种方法。那这个里面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对周围牙齿来讲目前的健康的程度。刚刚说到啊，牙医呢在面对牙痛病人的时候啊，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要通过仔细的检查，通过和其他牙病的一个鉴别的诊断，明确这颗牙齿牙痛的原因，以及呢最终来判断这个牙齿到底还有没有保存的一个价值。同时呢，他会跟病人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针对他的病情，针对他病人本身的主观的意愿和他的牙齿在他的口腔行使这些功能的时候的一个需要，来为他呢做一个治疗的方案。治疗方案呢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呢遇到实在是保无可保、必拔无疑的，比方说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这位病人的牙根的断裂、牙神经的暴露，牙医呢也已经无计可施，希望通过拔牙能够一劳永逸的止痛，同时呢为以后的修复做好准备。那另外一种的话呢，应该是更常见的，只要去除牙痛的病因，对症下药，进行合适的治疗，不但呢能够消除牙痛，同时呢还可以保存牙齿。经过一番治疗以后呢，让这颗牙齿还是继续能够稳稳当当的存在于牙列之中，继续呢行使它该行使的功能。对于那些实在保无可保、必须要拔除的牙齿，那我们牙医也要当机立断，尽快的施行拔牙的手术。其目的呢，一个是止痛，另外一个呢，不让这个炎症呢扩散，不让这个感染影响到周围的牙齿和组织，以造成更大的难以收拾的局面。拔牙呢，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是需要医生呢运用他的综合的医学知识，对全身情况呢有一个综合的把握，尤其是对于牙齿周围的血管神经这个解剖，还有呢他在拔牙手术之前必须呢要询问病人曾经的一些病史，尤其是关于血液循环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牙医问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有没有冠心病史啊，有没有高血压，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啊，打麻药有没有什么反应啊。还有一个问的最多的就是以前有没有受过伤，比方说切菜的时候有没有切破手指，流血要多少时间才可以自己凝固啊等等。因为呢确实存在的一些人呢平时跟常人无异，但是呢他受伤就会出血不止，甚至呢有一些潜在的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呢没有被及时发现。那这个时候呢，通过一个血常规的检查来检查这个血小板的数量是否正常，出营血的时间是不是在合理的时间段，来判断呢手术以后会不会出现止血不止这样的风险。除了对病人的一个全身方面的充分的评估之外呢，牙医呢还要对这颗牙齿周围的局部的解剖结构呢重点进行一个复习。虽然这些呢都是医生学过的知识，但是呢每当在进行一个手术之前呢，一定是要把这个手术区和手术周围有可能涉及到的血管神经的走向，以及有可能出现的这种变异提前呢做一些风险的规避。然后呢还要对整个拔牙的流程呢和自己的助手以及向病人呢进行交代。那我们现在的牙医或者是任何一个从事外科的这样的一个医生，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超前的理念，就是在追求手术当中无痛的前提底下，尽可能的要求微创。
我相信有很多的病人在访问自己的外科的医生的时候呢，都会听说或者甚至已经接受过某一些微创的手术的方案。比起以前呢，要在这个比方说肚子上啊或者胸口切一个巨大的切口，做完手术以后呢再进行缝合，等伤口长牢以后呢，袒露出来的就会是一个可怕的长长的一个刀口啊。那现在呢，很多呢通过一个内窥镜微创来手术，可能呢你在手术以后啊，甚至都不会有一个明显的手术的伤疤。那这种微创进行拔牙的理念呢，其实在我们牙科也是一样与时俱进啊。所以呢，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呢，也跟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牙医在拔牙方面啊，特别是关于微创方面的一些关键点。第一的话呢，他肯定是要提前做好拔牙手术的一个方案，跟病人呢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们之前呢在讲牙科治疗方案的沟通的时候呢，已经有所涉及，所以呢这里就一笔带过啊。但主要呢还是要打消病人对拔牙作为一个手术来讲的一个恐惧的心理。第二的话呢，就是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必须要进行一个心血管和血液方面的一个检查啊，特别是对那些到了一定年纪，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病史的病人的话，一定要仔细的进行一个心脏病史、血压情况、出营血时间等等的检查。必要的话呢，还是要做一个血常规。那这些呢，牙科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的，都是要去到其他的一些医院，带着这样的报告再回到牙医这边来。当然，对于那些年纪比较轻的病人，或者呢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病史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对拔牙手术的评估之下啊，直接来进行拔牙。那第三点呢，就是医生要对这个牙齿本身和它周围的解剖的结构进行一个精准的了解。那牙医用的最多的呢，就是通过各种类型的 X 光片。但现在呢，有了条件的诊所或者牙科医院呢，都会用 3D 的牙齿的 CT 来得到3维的成像，这样呢就可以把要拔的牙齿和它周围的一些组织结构呢，在3维的一个情况底下，能够更精准的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有可能面对的一些风险。有了上面这个3点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在手术之前尽可能的准备好在手术当中有可能会用到的那些拔牙的各种器材器械，并且呢在手术当中正确的和有选择的来使用这些拔牙的工具，以达到呢以最小的损伤来拔除换牙。上点年纪人呢都知道啊，在以前50、60年代还是70、80年代啊，那个时候你到牙科去拔牙，恐怕有2样东西让大家心里发怵，就是经常呢会发现有医生手里呢握着一把骨凿啊，他的助手呢拿着一把锤子，就是要把那个牙齿啊进行劈开，或者呢把阻挡牙齿的一些骨头呢去除。叮叮当当的一顿操作啊，让人家感觉好像置身于一个打铁铺，心里头呢不免都会有这样的恐惧，会不会一不小心呢就砸错了地方，砸断了骨头。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生过呢？还真是有发生过。就在拔主生牙的时候，因为这个锤击的位置不对啊，当然有时候也是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的结构的不同，造成下颌骨被砸断，出现这种医疗事故。甚至呢因为手滑造成这个骨凿啊深入到牙齿边上的不应该损伤的一些组织当中去。那么这种事故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当然作为一种警示，其实也是每个牙科医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要去了解的前人犯下的一些错误啊。这个呢就像每一位学习驾驶的人员啊，在上这个驾校的课程里面，一定会看到有很多因为没有正确的操作造成的翻车、撞车，甚至累及生命的这些事故的血腥性的画面啊。我相信大家只要开车人都经历过这个。那我们医生每天跟人打交道，人命关天啊，这方面的教育是没有少受的。所以呢，
在整个的拔牙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正确的运用这些拔牙的器械啊，最后的结果，最后造成的创伤是大不一样的。以前我有个朋友啊，他常年在美国读书，后来就留在美国工作。有一回见面呢，就发现他吃饭的时候啊，已经不像我们都是拿着一对筷子，他呢就是拿一把叉子啊，在吃饭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夹菜还是扒饭，全部都是一叉搞定啊。所以一叉搞定的话呢，也是从他那边听来的一句，后来被大家取笑的这么一个名词啊。他到了美国去吃西餐的时候啊，根据不同的食物放的刀和叉、勺子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尺寸，以便于在吃不同的菜的时候呢，用不同的工具啊，觉得特别繁琐。他觉得有个叉子基本上都能搞定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玩笑啊，拿出来跟大家说笑一下。但是我们的医生是绝对不可能说，我就一把牙钳啊，不管是拔上面的牙还是左边的牙，都可以用这把钳子拔除。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到牙科去过或者承受过拔牙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牙医治疗台上面会放着很多的器械，光是拔牙的牙钳呢就几十种啊，有那种拔上面牙齿的，有拔下面牙齿，有拔前牙的，有拔后牙的，有把这个牙根的啊，等等，还有很多的通过4两拨千斤，通过杠杆原理，用一种最小的力就能够把牙齿从牙根里面挺出来的，我们叫牙挺啊，就是前面的是一个扁平的，但是呢握在手里的呢就是一个比较粗大的一个把柄。这样的话呢，就通过一个楔入到牙根和牙槽骨的之间，然后呢轻轻的来转动，很技巧的把一个牙根呢能够拔出来。当然还有其他的更多的这些器械啊，都是要在拔牙之前呢消毒完毕，准备停当。现在的话呢，肯定还有更多的拔牙的工具。就以前我们看到在拔牙过程当中，特别是拔主生牙时候呢，经常运用到的那种通过骨凿来劈这个牙冠啊，分解这个牙齿，或者是去除这个骨的阻挡的这种方法呢，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牙医来用了。取而代之的呢是超声的骨刀，可以更精准的破解这个牙齿，去除这个牙齿周围的骨的阻挡等等。经过牙医的仔细、谨慎、微创的这些操作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换牙拔出来。但是拔出这个牙齿呢，并不意味着这个手术就已经结束了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医生会特别仔细的去检查这个牙齿是否完整拔除啊。特别是呢被分解成或者破碎成很多片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啊，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牙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要当场请我们的 X 光的技师来照一张 X 光片，来确认一下有没有残留在里面的牙体的部分，以免呢在这个之后啊形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并且呢，我们会在拔完牙以后啊，因为很多牙齿都是伴随着一个病灶或者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我们呢就是要反复的进行烧刮，让这些牙根里面内侧对骨头已经造成某种破坏的、已经感染发炎的部分呢，要彻底的清除。并且呢，我们有经验的牙医一定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在拔完牙以后呢，我们要进行有可能已经折断啊，或者说变形的这些牙槽骨呢，做一个复位。然后呢，一般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做一个压迫的止血啊，或者会放入一些止血的材料来对拔牙创进行一个缝合。其实呢，现在更多的医生啊，对那些将来有可能要种牙的这个牙的部位啊，拔掉以后，有可能当场就会呢进行一个人造骨粉的填埋，或者我们叫植骨。在完成了这个植骨的过程以后呢，再把它进行一个缝合。这些人造骨呢，将来在几个月以后啊，它就会慢慢的被自己新长出来的这些骨细胞所代替，最后呢就长成了饱满的一个骨面。将来呢，就使我们在种牙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正常的骨量，有了我们种植体可以放入的一个高度和宽度，使得将来呢种植的修复会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等到这些全部做完以后，
我们一般来讲啊，都会让我们的病人在诊所进行几十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留观，以便呢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处理。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对病人呢有一些医生的嘱咐，我们叫医嘱。然后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止痛的药、消炎的药等等。重要的呢，就是要关照拔牙以后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方说可能要用一些冷敷，甚至呢有些诊所会给一个冰袋啊，回去以后呢进行24小时或者48小时一个冷敷，以避免呢局部因为拔牙手术造成的肿胀。那么也会对于这个手术创周围的一些清洁啊进行一些指导。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1个礼拜以后应该回来复诊。至于那些已经进行了缝合的手术区呢，那是肯定在1个礼拜之内呢要进行一个复诊，来剪除这些缝线，同时呢也会检查一下创口的情况。然后呢可能就是要等待一定的时间，理论上来讲2-3个月以后呢才会进行牙齿修复，比方说种植牙的手术等等。这些是一般的拔牙的一些基本情况啊。所以今天正好趁着也是既然跟大家已经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也就顺着上一期关于拔牙的话题呢，跟大家简单再来分享一下牙医在面对拔牙的时候啊，他要做哪一些的准备，进行什么样的评估，和病人做什么样的交流，然后要用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以什么样的一个手术中的一种操作来微创拔除我们必须要拔除的这些牙齿。最后的话呢，我们要确保拔牙之后病人能够了解医生的医嘱，合理的用药，适当的休息，等待呢拔牙创的愈合，为将来进行修复呢做好准备。今天我也是趁着这么一个机会啊，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拔牙其实并不简单这么一个话题的分享。虽然是我的在习行之余的一个分享，但是呢因为涉及到很多作为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老牙医的经验和有益于病人的很多的一些理念啊，希望大家呢也姑且一听，留下一些哪怕是粗浅的印象，在自己或者家人以后有经历到需要做这样的一种拔牙的时候呢，可以翻出来啊，或者回忆一下当时那位老秦医生说的这些医生和患者都应该配合要做的这些事。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确保会面对一个良好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呢慢聊拔牙呢其实不简单这个话题的分享交流呢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次呢再找其他的话题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也希望看我视频的朋友啊，如果你们有对牙科的好奇，或者是想要知道的某一些知识的，可以给我留言，下次呢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再见，拜拜。